要來用這個新的剪刀，這支名刀。後來我想一想，那根本是諧音梗啊，就是很有名的刀子嘛。沒有啊，它這個品牌是叫名刀，是那個一個金一個名哈，那个名刀哈的那个剪刀。那這支是那個比較大的尺寸，是11寸的，這支是10寸的。10寸就是金色的這個刀柄哈，看來更細細，有沒有？有沒有聽過一個那個雷狗的那個台語版，就是金細細，金細細，就是這個，好，它就很金。然後這個就是銀色的。那這一支的這個剪力啊，我之前有拍影片有介紹過，它的這個刀子的弧度，這個剪刀哈，它是這樣子有點弧度。哎，你看我曬好黑哦，這手錶的痕跡超明顯的，給它洗了。好，那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剪刀哈，它這個是不是有一個斜度？所以我在剪的時候不用把手提起來，會比較省力一些。好，所以它每一支剪刀的這個弧度不一樣，是因為它有算過這個配重。好，就是說看你這個剪刀的重心在哪裡，讓你拿起來會比較穩一點。那因為我剛好要做這個旋轉氣球包，那旋轉氣球包的這個版型長得有點像台灣，有沒有？然後它就是我因為我很怕很多層，我很怕一層一層剪的時候呢，它的縫份反而會不一樣，所以我都會多層一起剪。那我現在就可以，我現在這裡有4層，因為我之前跟你們說過，我剪布其實就是都是剪一個大約，我也不會畫縫份，所以呢，我就像這樣子4層一起剪。本來是有點想要6層一起剪啦，但是我怕6層一起剪的時候，它反而會有誤差，所以就至少4層一起剪，可以省很多時間。那我先用這個10寸的，試試看它的這個力道夠不夠。那用的是1層結紗棉，1層厚棉布，再1層結紗棉，再1層厚棉布，總共4層。好，那就是像這樣子。它在剪的時候的手感就是還蠻扎實的，你們聽到嗎？很順，然後你手不用往上提，所以就手比較不酸。因為你手往上提的時候，你肩膀也會往上提，好，所以它這個就比較省力一些。好，那剪很多層的布的時候，最好是壓一下那個，我自己買的大理石被我摔壞了。這個很久之前我跑去花蓮買的，那時候還有抽獎送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人在用。這個很好用的，除了你可以壓那個布料以外，熨斗燙完之後，你從後面刷過去，它很容易就定型。好，所以像這樣，那如果這個4層的話，剪起來是不太費力，但是就是有一個厚度感。那如果你是用這個11英寸的話，我跟你說11英寸的話，覺得昨天我試用9袋布剪4層，非常好剪。那這個比9袋布還要薄，應該是完全沒問題，就是如入無人之境的感覺。好，手起刀落，相當好剪。所以如果你有像要做比较像这种比较大一點的袋子，体積比較長度比較長的，你就可以買這種比較長一點的這個剪刀。那如果你有時候還是會做小小的作品，那就買這個中的。那如果你常常都是在做小型的，那你就是買那支9寸的比較短一點的，它的剪力不太一樣，畢竟嘎德的這個刀刃的長度不同，它剪力也會不同。所以昨天我還特別問了我女兒說，這個剪刀是不是一種槓桿原理啊？對不對？它就是利用這個剪力這個地方，然後去做這個轉軸，然後去產生這個剪力，所以是還蠻好剪的。那剪的時候呢，布料也不會歐北上。那我現在接下來要剪這個2層的部分，我就可以拿什麼來剪呢？就可以用這個比較薄，這支最小的，你看。差不多呢，邊邊再來回，可以給差不多，有沒有？像這樣子，所以就是這個剪2層的話也是很輕鬆啊。我是覺得說，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但是比較小的剪刀，你看你要開合的機會比較多，就是你要常常開合，所以它比較容易產生鋸齒狀。就是說，因為你要一下子就要。又要開，就是要打開合起来，所以它比較容易產生，銜接的時候比較容易產生鋸齒狀。那如果你是買比較大支的剪刀的話，因為你一刀過去就很遠，
好，比較不會有接續的那個點，比較看不到。好，所以這只是大的，那中的就這一只，所以其實都蠻好剪的啦，就是看像我說的，你要做什麼作品比較多，你就選什麼樣的剪刀這樣。那這個的版型呢，長得很怪，所以它在剪的時候是不能那個不要對稱剪裁哦，就是你每一片哈，每一片都是長一模一樣，就像這樣子，好，它每一片都是這個弧度，你不要那個對稱剪裁，說一正一反，不是。這一咖因為它是旋轉的那個版型比較特殊的關係，所以不能对稱剪裁，你只能這樣一片一片的慢慢裁。總共呢，表布這個圖案布有3片，然後配布也有3片。接下来就要剪這個口袋的部分，也是一樣，各3片。好，這個也是各3片，那就可以稍微排一下布，稍微排版排一下。好，那我們就來剪這個口袋，就刚好順便剪給你們看。好，展示新剪刀的時候，順便怕你們不會剪了或剪錯了。還蠻好，蠻順的。這個包包那時候做出來的時候，我個人非常喜歡，就是比較特別一點。我不喜歡做那個長得沒咖，就是很普通，然後很到處可以看見的那種，就太多人有了。好，我通常都會像這樣剪一個大概之後呢，再把它對起來4層一起剪。好，那4層的時候，我就可以用這支，或是用中的這支都可以。但你還是要熟悉一下你的剪刀，就是說，剪刀它還是你在剪的時候，你要去看一下它那個厚薄哈，刀刃的厚薄不太一樣哦，所以有时候會有一個落差。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個刀刃如果它比較厚還是比較寬，你剪的時候呢，你可能覺得說你剪在線上，但是其實可能有差個0.2公分的這個誤差哈，你要自己去抓一下，說你剪久了你就知道說這個剪刀靠在這裡，它是剪在這條線或是它旁邊0.1的線，自己要去跟它慢慢的熟悉。那這個口袋有3片，我現在已經剪了各2片了，再來還要1片，剛剛好碎了，但布都不會浪費掉。像這比較大的剪刀，你剪2層就是非常的輕鬆愉快，你剪布手都不會酸的。這樣子剪起來就很利落，那個線哈都沒有那种旁邊那個球球的那種線，有沒有？所以這個我們4片，所以剪布一下子就剪好了，完全不會浪費時間。最後我要剪一下那個提帶的部分，那提帶的部分是要用尺畫一下，用个跟凸笔，这个才会稍微畫一下那個線條哦。但是我也很少會畫一直線，一條長長的，反正就是2個點哦，把它抓緊之後，它就是一條直線嘛。再用這個中的剪給大家看，反正就是示範這個剪刀剪起來的手感啊。如果你們有需要購買的話，才會知道說你們比較想要的是哪一種。好，那有些人可能會想要每個尺寸都來一把，也有可能。但是，我自己會覺得，如果硬要選的話，我自己如果只能選一把，我可能會選中的這個，但是有可能選大的這個，有點出乎我意料。因為我本來以為這個大的我應該都不會用到，結果後來發現好像這個大的因為剪起來手腕不會痛，可能是我常常剪很多層的關係，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大的這樣剪起來很舒服。好了，所以呢，我們的表布就這樣剪完了之後，我要剪那個布襯。那在剪布襯的時候就要小心了，你要去做它的對稱，
哦，就是因為你要貼在這個表布的後面，所以你要看一下說你要貼你的那個有膠的部分是要在這一面還是那一面，你要自己去比對一下。那你最簡單的方式呢，就是把你的布襯，我先拿一塊布襯，小小的這一塊，這裡亮亮的是有膠的部分，那你就自己想象說，我這樣有膠的地方，我要這樣放上來，好，那我該怎麼剪？我就是背面，好，這個是沒有膠的部分，那我是不是版型就要翻過來？自己去衡量一下，比完之後再去剪。但也有一些人說，像这種形狀的這個，為什麼做起來它的那個方向跟我不一樣呢？那你可以先在表布上去比對一下，說我是這樣做起來，它是這樣斜，還是我是版型放這樣，它就會這樣斜。好，一個右斜，一個左斜，當然都不影響帶子的這個使用，就是你自己要能夠說，哎，你喜歡哪一個方向的斜度？好，就像这樣子，那就是介紹一下這個新的剪刀，因為單價也不高，然後又蠻好剪的，就是台灣製造的，然後日本不鏽鋼，還不錯。然後這個手把呢，就是符合人體工學，包覆性比較好，那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參考看看哦。